绝不绝，灭不灭，73代有一些。真武传道73，门票280，神仙也讲价。炼尽神中阴，成就无极纯阳。我叫张凡，凡人的凡。你说，仙人有没有情关？这可是真武山，灵得很，你别乱说话。不过老话说，凡人求仙断红尘，须过2关得道文。哪2关？情关和生死关。过了这2关，才会有高人来度化你。这里可是真武大帝的道场，当年真武大帝在此得道，坐镇北方，横扫妖魔，又称9天荡魔祖师。还是5A 级国家风景区，门票280。听说山上一瓶矿泉水要10块钱。真武山的香火最为灵验，听说一套全家福要380。求神拜佛如果有用，世上就没有可怜人了。紫霄宫，真武山9宫之一，著名景点。到了这里别乱说话了。小伙子，买香嘛，里面的可贵，一套全家福480。不需要，谢谢。小伙子，见神不烧香是要遭报应的。120，记得转给我。还要钱？废话，香火钱只能自己出。我说你看开点行不行？不分手又能怎么样？想结婚，想拜堂，不怕变成武大郎？闭嘴！老祖宗都说了，又要车又要房，想想还是单身强。你们家祖宗说的。真是好地方。这座道观可是有1000多年历史了，新的不去，旧的不来。听说这里常有登山员光顾，保不准还有艳遇。天爷，你怎么敢在这种地方说这种话？神仙在上，这话是他说的。你他妈不是不封建迷信吗？我现在无欲无求，对女人没有任何兴趣。来拜拜纯阳祖师。美女啊！她是一个人。刚才那美女看见了吧？气质真是特别啊！什么美女？那么大个活人你没看见？美女我会看不见？刚才不就我们2个人吗？你是不是压力太大，眼花了？不是，你起身的时候不是还让了一下他吗？我让的是柱子啊。别开玩笑。是你在开玩笑，分手而已，魔戒了。分都分了，你现在应该把心思放在搞钱上，买车买房，最起码先弄辆4个券吧。有句老话听过吗？年少有为买奥迪，裤子都是销售提。大丈夫，何患无妻？你真没看见？好了，这是真武山，别乱开玩笑。大巴快开了，下个景点距离这儿还有10几公里呢。一个人，还没带行李，气质如此特别，你说他会不会是狐仙？别整封建迷信那一套。再说了，你看哪个小说电视剧狐仙敢往道观校庙里跑的？你就是杂念太多了。小黄书都说了，关心峰上观山水，仙女裙下大长腿。280的票价，硬是让你玩出了1800的效果。神仙在上，我跟此人不熟。
看那边，据说那柄桃木剑乃是纯阳祖师所留，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。600多年风吹雨打，居然还能留着。5A 级景区嘛，总得有点噱头。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换过？神仙在上，这话可是他说的。承受太多压力，就会成妖、成仙、成神、成魔。现代人承受太多，只会成神经病。神仙不渡无节人，还是古代好啊！快看，那里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真武山太大了，很多地方还没有开发，山路崎岖，不许游客随意出入。不过，我也听说这山里还有许许多多的道观，不作为景点，也不对外开放。要不要逛逛？你没看见牌子上的字啊？你当没看到不就行了？有道理，走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禁止通行了。回去吧，前面应该没什么好看的。那里有座道观，这里有人吗？这地方有点意思。哪有意思了？《水浒传》看过吗？《水浒传》原著第1回，老版电视剧没有拍，讲的是洪太尉邀请张天师前往京城齐烧消瘟疫，却误将山中伏魔殿的封禁打开，挖出石碑，放出了石碑镇压地洞中的108颗魔星，才有了后来的故事。我听说，好多道教名山未必有伏魔大殿，却都有一口古井，镇压着历代道士抓来的妖魔鬼怪。说不定这口就是。两位居士，这里不对外开放。那什么，我们迷路了。你们沿着原路返回即可。这里年久失修，道路湿滑，随意出入会有危险。多谢道长。敢问道长道号？贫道破戒。原来是破戒。道长，这里面的那口井是不是传说中的伏魔井？哈哈哈哈！封建迷信要不得，宗教的教义是劝人和善。两位居士要相信科学。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为什么道士下山要专门拍一部电影了。为什么？道士下唐山太不容易了。你现在还难过吗？我现在总算知道为什么心情不好，都要来登山朝圣了。为什么？大脑缺氧，谁他妈还有功夫想那些烦心事儿？不愧是道门名山，还没登顶，我便悟了。你悟到什么了？你还记得我们系里那个爷爷养大的姑娘吗？爷爷养大的？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胸针小同学，怎么了？上个月返校，他带了一个特别精致漂亮的胸针，都毕业了，我就想着夸夸他，就随口说了一句你胸针不错，谁知道他一言不发，直接给了我一巴掌。我他妈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扇我这一巴掌。刚刚我突然悟了，原来他……你他妈给我赶紧往上爬！这种事还用悟？等我一下啊！你玩什么命啊？先办入住吧，为了抢这间房，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。真武山上可以夜宿，但是大部分人只能住在南玄宫集齐地的民宿，金顶上只有一家酒店。5点以后，游客便只能乘坐缆车下山。等清场了，我们包场。办入住。不是说不让闲杂人等进来了吗？什么闲杂人等？我们是订了房间的。钱先生，这2位是你们包圆前就定下房间的，我们也不好。吴哥，好了，跟这些普通人计较什么？谁是普通人？有钱了不起？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？抱歉，
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烧高香吧。经理，这俩人谁啊？口气比教气还大。小声点儿，大客户，他们把我们这里所有的房间都包了，也不见有人来住，奇奇怪怪的。烧爆！两位，你们的房间在2013左手边。吴哥，你刚刚也太客气了。凡俗如蜉蝣，朝生暮死，不知春秋。你跟他们计较什么？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。吴哥，你说真武山怎么回事？玉蝶传渡这么大的事情，竟然没有邀请各方观礼。因为这次不同以往，当年真武成道于此，曾经留下一段慧语：绝不绝，灭不灭，73代有一些。73代有一些？算起来，真武山传到今天已经有73代了。你是说，真武山这一代会断了根？这是在练功，这是遇见高人了。可算来了人了，年轻人，我腰扭到了，快扶我一把。年纪大喽，道长，你先歇着。年轻人，旅游还是求道？求道？求什么道？这年头还有人进山求道修行？自古修行长生，谁不想啊？长生？道家修行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一字谓之曰静，这里面可是藏着修行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年轻人，道家练长生有句话叫做要想人不死，除非死个人，其中关窍便是灭食神，存元神。灭食神，存元神。平日里食神极难察觉，唯有身陷苦难病困才最为显化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只有身陷苦难，杂念才最多。丹书中说，凡人求仙堕红尘，须过2关得道闻，唯有情关和生死关，人的念头最为杂乱，情绪波动最为强烈，一念又起，妄念纷飞。欲要斩魔，必先见魔。世人都说道家经典尽是思想空语，不过假大空而已。实际只要做到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你便能看到许多眼睛看不到的东西，真正开始修行长生。可惜呀，道长，这个静字怎么修？年轻人，你终于问到点子上了。真武山静修班骨折价5680，4天3夜赠送一套道门常服和一把太极剑。那什么，道长，我还有事儿。年轻人呐，掌教师祖，2位天师已经等很久了。怎么，又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了？有些人只适合遇见，有些故事只适合珍藏。我求你别酸了行吗？我隔夜饭都快吐出来了。人只有过情关的时候才会这么酸，你会觉得全天下的情歌都是为你写的，太难得的状态了。人只有在过情关和生死关的时候，食神才最为躁动。你干嘛？我们是来旅游的，你不会真想当道士吧？华国人的老传统，来都来了，当然得沉浸式体验。找找酒店的手电，过会儿我们去夜游真武山。丹书上说，顿觉明真我，周天降运火，烧见黄金体，道正无为果。有点东西啊。
我恨知识就是金钱的时代。一念不起，食神归静，你便能见到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。成了，我成了。酒店的手电可真亮啊！妈的，我就知道。这是哪儿？这里是南玄宫。是他？是人吗？你迷路了，跟我走吧。美女，你是真武山的道姑。道姑是灭城，就像不会魔法的人被叫做麻瓜。道士还看哈利波特？敢问仙姑道号？没有道号。那仙姑怎么称呼？将来。将来，好名字，我叫张凡。活的。啊？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变天了？这是什么品种？能养这么大？那是什么？拜月，他已经有500年的修为了。500年？这条蛇活了500年。动物的寿命按照月亮圆缺1次为1岁，月满月缺1次为1个月，相当于动物的1岁等于人类的1个月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动物都会拜月。我说怎么动不动就1000年修为呢？原来如此。这么说，这是妖精。日金月华。你干什么？逃啊！月华，回去。将来，你可真能睡，静修入定还有助眠的效果啊！我睡着了，睡得跟猪一样，叫都叫不醒。本来还想拉着你夜游真武山呢。将来是谁？你做梦的时候一直在叫这个名字。原来我做了个梦啊！看来我是压力太大了。现在插播一条通知：因昨夜大风致使山路崩塌，目前正在紧急抢修排险。南玄宫钻路段暂时关闭，请游客绕道，禁止通行。你想什么呢？睡懵了？将来，我们在朝拜堂遇见的那个美女，你梦到她了？看，我就说你在做梦吧，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。让开！我操！你怎么回事？你没看见？那眼镜男的眼睛是虫子变的。虫子？
你是不是还没睡醒？我没有看错，昨夜也绝对不是一场梦。老李看不到，难道是因为我吞了月华的缘故？吴哥，那小子能够看到你的色瞳虫啊，能够破障见真知，说明已经到了蕴养元神的境界。昨天我倒是看走了眼，没想到这小子也是同道中人，藏得够深的，也不知道是哪家调教出来的，难道也是冲着真武山玉阶传渡来的？今夜便是真武山玉劫传渡，今夜便是玉蝶传渡了，也不知道师姐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定然是成竹在胸，师姐可是我真武山最年轻的高工，这般年纪便受如此结尾，放眼天下道门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。长辈都说师姐极有希望在羽化之前成为真人，真是天才啊！当初我窥见元神花了足足3年，师傅还说我有慧根，要不怎么说我们是凡人，师姐是天人呢？唯有天人才能传渡玉蝶。不过我听说这次的玉蝶传渡非同一般，有什么不一般？听师祖说，祖师曾经留下一段机语，私藏大凶之祸。真武传到73，阴凡应劫后人参。阴凡应劫？难道我真武山的法脉会因为一介凡俗而遭结束？明天就下山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你要出去？明天就下山了，出去转转，否则对不起280的。别走远，听说真武山上有熊出没。我体力变好了。到了。当初上山的时候，可是爬了3个半小时才到，如今才1个小时左右。有人。吴哥，今夜便是真武山玉蝶传渡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别着急，此次机会难得，一定要看准了才能动手。毕竟这里是真武山，高手众多。如果能够赢回南宠，我滇南钱家必定能够大放风采。你可知南宠来历？80多年前，天下道门出了一位奇人，名为三师道人。太爷爷生前说，当年得见此人，便如蜉蝣见青天，那般修为极有可能跨过纯阳无极之境。那岂不是三武之变？当今世上还有人能够修炼到这般境界？三师道人极为神秘，当年他游历天下，曾经做客于我钱家。临走前，他留下了3指秘法，那3指秘法便是恶宠、玉宠以及南宠。玉宠也是？玉宠乃是钱家供奉的5条祖宠之一，修道者最忌欲念。玉宠便是修行者的克星，极为可怕。南宠既是恶难，也能带来恶难。人间红尘最不缺的便是苦难。当年三爷爷带着南宠从滇南一路北上，横推无敌，结果偏偏遇上了他命中的克星。谁？楚朝阳。楚真人，真武山掌教。虫子就是虫子，听了这么久，可以出来了吧？大好的祭出还想走？原来才出动，连气功都不是，怎么挡得住我的烧虫？元神出动也算是道门中人，用来迎接难虫最为合适不过。烧虫进食之后的感觉最为美妙，好好品尝吧。清微宫，那里便是镇压。龙蛇之变！啊，他的力量不可能！怪胎跑了！刚刚那种感觉，难道是因为我吞了大蛇月华的缘故？你不该乱跑。将来，昨天夜里遇见的那条大蛇是真的。元神出窍，我真的窥见元神了，修行是真的。那我刚刚元彩月华，气机相应，龙蛇之变。我刚刚手臂好像还长出了鳞片，不会变成蛇吧？抱一为天下事，施法自然，变生万法，能如婴儿至柔，如龟蛇吐息，如松柏长寿，如蜉蝣生死，最终万法回一，终之于道。抱一为天下事。走。去哪儿？清微宫。
等等我，这里便是清微宫。你在这里会很安全。不是你，怎么连个人都没有？相传这里是真武成道之地，平日里少有人来。这么大来头，怎么不包装一下，对外开放啊？你会把你们家祖坟当景点对外开放吗？门票280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考虑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别误会，自己人。将来跟他们解释。你是什么人？深更半夜，胆敢擅闯清微宫，拿下再说。龙蛇已变，果是道门中人。请住口！住手！无忧无畏，你们先退下。这里是任武山，谁来了也不值得尸身如此骚动。平日里养气的功夫都修到哪里去了？破阶道长，是你？你怎么会？这怎么可能？居士，你的师傅是谁？师傅？我没有师傅，网上查资料瞎练的，还被骗了800多块钱。无师自通。师兄尸身躁动了。居士，今夜我任武山有大事，你不该来此，我先让人送你出去。有人要杀我！虫子？难道是滇南砍家？无忧无备，你们带人出去看看。可是他……无妨，他不是凡俗之人，倒也不用太过紧张。倒也是，我们这就去。你跟我来吧。这么晚还有法事？破阶道长，那是什么？活死人。活死人？只有死人才能真正断灭一切念头，那些都是真武山的前辈。活死人乃是道门那一种极为特别的修炼之法，将生未生，将死未死，断灭一切念头。如果能够死而复生，便能更进一步，窥伺那纯阳无极之境。成功率这么低，那他们还……修行路漫漫，我辈之事当有飞蛾扑火之志，心向光明，身死无憾。唯有如此，诸天气荡荡，我道日兴隆。飞蛾扑火，这便是修行吗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再设5级，显灵显灵。微生师姐，你虽是高公，也不能这样乱造密咒，祖师爷会动怒的。他又来了。破戒师兄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怎么带了个人进来？龙蛇之变，还才补过月华。他叫夏微生，他是我真武山这一代的传人。师兄，你既然知道今天是玉劫传渡，还让外人进了清微宫，我看他可不像好人。事出有因，师妹放心，这位居士过了出洞，历经龙蛇之变，也不算是凡俗中人了。师兄，你连他名字都不知道。对了，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。哦，我叫张凡。他叫张，你叫什么？张凡啊。怎么了？我不能叫这名。张凡，阴凡应劫。原来你便是那应劫之人。原来你便是那应劫之人。五雷正法，师妹不可！师兄，我可不想伤着你。三雷一法，穷尽一法。他便是应劫之人。祖师的法脉不能断在我这一代的手里，再不让，可就不讲同门之情了。福生无量。师尊，师父，我操，你不是迈步要准，做人要稳。年轻人，你稳重些，别放肆。这位是我的师尊。小微生，你随我去镇武殿吧。玉蝶传渡的吉辰快到了。那他……破戒，师尊，
先将他带下去，好生安置吧。师尊，将他安置在哪里？纯阳殿。因反应劫，道长，既然事关重大，干嘛不封了山门？岂不是省了很多麻烦？你知道真武山每年对当地的 GDP 贡献有多少吗？这每年旅游进项50亿，你说关门就关门？道士也讲经济效益啊。道士是出世，不是去世，干什么不得花钱？别的不说，山上装个 WiFi 都要钱。再者说了，祖师都说过，人间处处是修行，平常心是修行，吃穿住行是修行，你捏脚498也是修行，与钱无关。你在哪儿捏脚要498？你倒是会抓重点。这是得道年来800秋，不曾飞剑取人头，玉皇未有天福志，且获无金混世流。这里供奉的乃是纯阳祖师的碑帖。道门修炼讲究种采、养炼4字精要，采药便是为了炼养元神，炼药便需用真火。人死是生命之源一口气在，便是体内最后的阳气，死后身体温度下降，便是阳气消散。这么多门道啊！所以道书上说，圣人传药不传火，从来火候少人知。纯阳祖师当真在这里修道过？那南玄宫悬崖绝壁上的那把木剑不是道具？妄言！祖师见罪，祖师见罪！那是纯阳法剑，你不要乱说话。这些字好奇怪啊，像是跳动的火庙。你倒是有些慧根。纯阳祖师早年曾经为火龙道人修习丹法，自得真火之名。三昧真火乃是道家神通，神通能够通神，那不是修炼得来的，天生天赐，无法修炼。你就待在这里吧。玉蝶传渡法会结束之前，别出去。放心，我不是惹事的人。这也算是杂念吗？看碑帖太久了，唉，还是修行不到家呀。怎么回事？你们敢在真武山放肆？今夜真武山玉劫传渡，高手都不在，如此空虚，放肆又如何？南虫饿了，终于死了。那是玉蝶，真武玉蝶。张凡，真武山的玉蝶传到了一个死人手里，从此法脉断绝。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玄门不传之秘，道家无上神通，三昧真火。师尊，这2个钱家的小辈便是今夜的始作俑者。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福生无量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辈修道怎么能妄言杀生？把他们送到后山你师叔那里，让他过过瘾。放开我！你们不能！师叔好久没这么开心了。师父，他绝不绝，灭不灭，73代有一些，时也，命也。破解道场，人都去哪儿了？不会都死光了吧？江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嘘，别说话。江来，你醒了。夏为生，还认得我，看来没事了。我不是。你运气好，夺了我们镇武山的玉蝶，所以保住了一条小命。道门玉蝶代表了一家法脉，关乎山门兴衰。可以取出来吗？还有个办法，你达到天师阶位，便可以将玉蝶传给他人。我们会帮你的。
我教你一段道门秘咒，这可是我镇武山的不传之秘，没事多练练，能斩诛邪群魔。真的？我传你的这门秘咒，名为天母心咒。先天道母，周天辰皇，群星之主斗府尊王，中天凡气九地上皇。张凡，好点了吗？已经没事了。有人刚刚来过了，他人还是挺不错的，不仅来看我，还传了我一门秘咒。什么？这道门秘咒可不是谁都能练的，平日里连念都不能乱念。为什么？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有蓝扣蓝，没蓝扣血。道行不够，也就是蓝不够，那只能扣血条了。也就是说，密咒不能乱念，否则会折寿。其实你之前妄用神通已经折寿不少了。我现在的寿元还有多少？说不好，总之很短。有多短？男人不能承受之短。我操，这么短！恐惧忧心，皆因食神躁动，生死有命，倒也不必如此。师尊说，下山之后好生修炼，若是能够忆食神、撞元神、采药养炼，也是可以弥补回来的。道长，如何修行？有没有什么秘籍之类的？道法自然。何谓道法自然？入道也是道，守法也是法，道法自然，莫不如是。我的意思是，行站坐卧皆是修行，道便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你传渡了我真武山玉蝶，也算是道门中人了，这是你的证。神功费120块。我现在算道士了，勉强算是。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老弟，回去以后不要怠慢了修行。对了，破戒道长，临别之际，我想见一见将来。将来？将来是谁？真武山的坤道啊。真武山并无此人。不可能，你要不要去查查？不用查，我就是负责真武山人员管理的，无论是在册还是不在册的道士名单，全都在我脑子里。麻烦了，长老弟，一路保重。小凡凡，回去以后记得多念密咒。滚蛋！大哥，我们是来旅游的，你怎么真成道士了？失恋而已，你也不用出家守身吧？我要不要给你立个牌坊？我让你平时多读书吧，道门也有分数，全真派不能娶妻生子，正一却可以。我是正一的道士，以后跟我说话恭敬点，我也是有祖师爷罩着了。你他妈！普天大地，道门大劫，转眼80多年过去了，真武玉蝶终究还是和光同尘，你也下山吧。好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爸今天回来了，我正好买点菜回去。松叔回来了。下一站玄武门。这些年，我们父子俩虽然只有年得的时候才会聚在一起，可是老爸的辛苦和关心，我是知道的。昨晚我喝多了，是你送我回来的吗？送我回来你也没有碰我，你真好。我试探了99个男生，只有你忍住没有。好啦，别吃醋，他们第2天就都走了。乖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孩子肯定跟你姓。真会玩啊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谢谢大哥哥，遇见大哥哥真好。大哥哥，我到了，你要一起下吗？我下一站。怎么有错毛？有点恶心。丫头，出马不是那么容易练的，你才烧几炷香，便能将我们胡家太爷传下的法子运用到随心所欲。我用了你的狐狸毛，怎么会实属无用？你自己道行不到家，还来怪我？我来帮你，不过晚上得加一只鸡的供奉。桃花债，桃花债，生不还来，死不白。你不是喜欢偷嫖我吗？姑奶奶让你偷个够。怎
么回事？你怎么伤了？他那小子，他怎么了？玄门正宗，道家气脉，那小子是道门中人。兄弟，你先别跳，给我的直播间带点人气。家人们，你们往我头上看，有没有人气？兄弟，你去隔壁小区跳，我正好想在那里买栋楼。世风日下，上面的你到底跳不跳？我要下班了。又跳楼了。这栋楼年年有人跳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就是不干净。有了地树林，每年都要找个替身来换一换。得，又走一个。回来过了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总算没有白白拜了真武山的堂口。修行就是一门科学啊！神魔圣胎，这世上还有如此奇妙的内丹法。爸，怎么了？半年不见，你瘦了。吃饭吧。爸，我如今也毕业了，工地你可以不用去了。那你这次就不用再出去了。再说吧，先吃饭。爸，我出去扔个垃圾。真是长大了哇！何欢，何非，连哥哥都不叫一声。你跟我又不是一个妈生的，叫什么哥哥？你跟人动了手还受了伤，学艺不精，损了供奉的仙家，可是会遭到反噬的。你道行竟然到了如此地步！练长生，练长生，人人都想求长生。若问此法，天下以道门为尊，却不知我出马一道也有长生之法。我不过是受了点小伤而已，用得着你跟我说这些？你遇见道门高手了？什么道门高手？不过是个愣小子，我一时大意而已。练长生，练长生，修行之道，修行之道竟是如此神奇。今天先到这里吧，过会儿还有面试。夜不亮，大夜不亮，这是道门密语，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凶险呢？这家公司在桃园广场，那可是玉京市有名的兄弟啊，当地人又称其为桃园尸场。我他妈现在都是道士了，还怕个鸟？这地方真不干净啊！夜不亮，就是这家了。请问有人吗？进来吧。我叫白不染，这里的老板，跟我进来吧。张凡，对吧？因为只有你接受了面试邀请，恭喜你，你被录取了。啊！你还什么都没问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这就录取了。放心吧，我们这里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，我们这里不鼓励加班，全凭自愿。如果没有问题，
下周一上班，月薪4000，转正5000。这么简单？我还以为面试有多难。又坏了。年轻人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坐电梯上来的，我来面试。面试？17楼早就封了，根本没有公司，你面什么试？啊！年轻人，你回去以后不要乱说话。老于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何必跟一个小家伙开这样的玩笑？这样不好，吓跑了他，我可没办法跟楚老头交代。楚朝为何要让你一个真武弃徒？我毕竟是你老板，说话带点尊重。真武弃徒这样的名声可不好听。80年前普道门大劫，那日之后道门精英凋零，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。他从龙虎山带出来一只血手掌，那只手掌紧紧握着便是真武玉蝶。这么说来，那个小鬼还真是个麻烦啊，张凡。那个小鬼今天被我一吓，还能来吗？他必定会来。为什么？那小子看上去平平无奇，跟咸鱼一样，可是骨子里却藏着不谙现实的躁动和狂热。他早已迫不及待了。你是那个老保安？哎，小伙子，那天跟你开个玩笑。他叫于福，大家都叫他老于，是我们这里的司机兼安保。老板，我们公司不会就3个人吧？这位是新同事吧？他是温和，负责后勤和送货。不仅仅是送货，车要加油，人要吃饭，只要不死，你就得干。忙的时候可不许挑活哦，有时候连孝子哭丧这种事也是有的呢。孝子哭丧？我们不是文化有限公司吗？怎么连这种事都要干？对了，凡凡，你过来，把这个填一下。劳动合同，死亡意外保险，为什么受益人是你的名字？因为我们的客人都不一般，难免意外，我护着你，万一出事也算是回报啊。你护着我？你凭什么护着我？就凭这个啊。凡凡，你看我这手功夫护不护得了你？修行者，我来这里不是巧合吧？真武山托了关系让我照看你，可我是开公司的，也不会白养闲人。这是要摸我的底啊！从真武山回来也有些时日了，我也想印证一下我闭门造出到底有没有经济。上天台吧。凡相想试试身手吗？小文和，手下留情，别伤了他。好吧，凡凡放心，我会留手的。好快的速度！凶煞天罗，这是什么？什么鬼东西？结束了。天罗困身，无可奈何。结束了吗？妈！既然都是假的，那一切存在经历又有什么意义？解假修真。结束了，我来为他解开吧。逆仙之法，南北宗元。这个小鬼，他体内的真阳为何如此霸道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到此为止吧。新同事刚刚入职，也不能太不友好了。温姐，我们公司就我们4个人吗？还有2个去山里收锅灰去了。以前乡下的厨房都供着灶神，锅灰辟邪。夜不亮的客户大多是修行人，1斤上等的老锅灰能卖5000块钱。凡凡，可惜了，你不属马，也不是金牛座，否则的话，每个月还能多1000块钱补贴。为什么？属马金牛座为什么有这种福利？老板说这种人是天生牛马，当然得有补贴。别哭。你是谁？我叫江来。又是做梦。自从那日与温和交手，强行破了天罗神煞之后，便时常梦见12岁那场车祸，竟然连将来都乱入了。今天还要送货。小张，听说你刚失恋啊？谁说的？凡凡的朋友圈啊。故地重游，如刻舟求剑，唯有那年胜过年年。我操！
年轻人嘛，失恋很正常，心死过一次，简直就是祖坟冒了青烟。所谓心不死则道不生，不是人人都有天赋，在过情关的时候能够摒弃纷杂念头的。修行人最怕的便是妄念纷飞。神魔圣胎，老爷，我听说有一种内丹法叫做神魔圣胎，能够采念为药。这一脉号称无为，立庙于山，定关于川，统摄天下妖鬼，横扫六合，震道黄宇。历史上曾强横到令天下道门侧目。在杀妄言，这种话不要乱说，会招祸。破山伐庙，只杀不渡。从这里开始到山上全都是何家的地界，那岂不是小半座山？现在还能这么买山圈地，上面不管？年轻人，有钱人的世界你想象不到。何家是练出马的，每天进出的达贵人不知多少，求权的、求名的、求利的。温姐，我们送的是什么货？铁冠丹砂养出来的一种鸡，何家供奉的狐狸最喜欢这个，一坛10万块。你又要杀人了？要你管？少爷，叶不亮的人来了。是他？看来不用出去了。难怪古时候皇亲贵族都有专门避暑的地方。王峰堂，大哥哥怎么在这里？是你，我来送货。你是何家的人？是的呢，我跟大哥哥真有缘。我太爷爷供奉的仙家曾受王峰，得高人指拨。高人是何人？神魔圣胎。神魔圣胎，他手段通天，何家才能稳居玉京。画江为街就是他定的，过江如何？绝户。太过霸道。大哥哥跟我来。大哥哥，你对这地方可还满意？满意什么？买你。骚狐狸，那次在地铁看你就不像什么好货色，竟然没有见血！你没有看上去那么木讷老实。万事万物不过心中投影罢了。道士果然都是神棍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挖你家祖坟了。男人都该死，我想杀就杀，我怎么样？你是变态。下山的时候，破戒师兄跟我说，修为有成前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。今天不收拾你，我还修什么行？练什么道？我倒是小瞧你了，我当真是小瞧了你。叶不亮这样的小公司，竟然还藏着你这样的高手。我这样就算高手了吗？你是不是对叶不亮有什么误解？白不染，一个野路出身的道士，麾下不过大猫小猫3、2只而已。你找死！念咒声，这是狐狸口，狐狸唱歌好听吗？男人都该死！这里是我供奉仙家的地方，你还能活吗？这身狐狸裘可是舒服得很。挥煞凶门，茯苓鹿隼，九头神狮，斩邪破魂。这是道门印诀，九头神狮。出马供奉的仙家，你闯祸了。凡凡，你破了他的元神。我也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他没事吧？醒不过来了，元神一破，便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凡凡别慌，这事不怪你，老于会处理好。凡凡，你去车上等我们。小张啊，挥霍力量，把玩生死的感觉是不是很棒？什么？没什么。老于啊，老于，发现他的时候已经这样了。在哪儿发现的？在他自己房间。元神破了，他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什么？谁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好手段，竟然看不出一点痕迹，连手法都瞧不出来。要么出手的是位高手，要么擦屁股的是位高手。查能够登上何家大门的，大多是玉京市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查这些人，岂非自败根基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现在是一切都要低调，不能明察，只能暗访。你先下去吧。何家开始死人了，便如当年那个男人所言，20年大运将终。一言九鼎圣王侯，因为那个男人，我何家才有了20年大运。难道这运道不能长久？天有天运，地有地运，人有人运。运终节制。当年那个男人曾经说过，20年大运一旦耗尽，何家便要重新选择。一旦选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是怎样的万劫不复？绝户！该死！该死！何家的这群老家伙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你有办法救他，对不对？贪食乃是上天赋予人类最宝贵的品质，也是成仙的法门。修行者更要注重吃，这世上的美味实在太多了，除了念头之外，都应该尝。念头不能食吗？神魔圣胎以念为食，天下之凶，那不是人类可以修炼的法门。合肥，跟着我，会让你见到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的元神，张凡要干什么？睡了一夜，竟然龙精虎猛，真阳如此充沛，天道酬勤，古人承不起我。文姐，何家那边，凡凡放宽心，还没查到你头上呢。老板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老板怎么说？老板说你是公司的一员，出了事情公司绝对不会坐视不管，务必将你留下，必要的时候好在第一时间把你推出去。万恶的资本家，这么牛吗？以下为付费内容，请支付1288元继续观看。你就是个诈骗犯！大业不亮，大业不亮。千年老妖，你被他骗了多少钱？老板，你也认识？早些年他在网上最活跃的时候关注过。食神躁动，大业不亮，这便是修行者的劫数，劫数也比一般人更强，切记，切记。我记住了。文和，给他扣200块钱。为什么？上班摸鱼看帖子，不该扣吗？万恶的资本家！我们回来了，欢迎回家。江来，我姓江，3分明月照大江，江湖，新同事吧？我叫张凡。终于来新人了，以后不用再像牛马一样了，你可千万别辞职啊！我努力。他瞎了。文姐，将来他怎么看上人家小姑娘了？那是老板亲戚，就比你早来1个星期。你不是在真武山上的吗？怎么在这里上班？千年老妖，他还真是融通佛道儒3家所长啊！那是不是相当于潜意识？修行果然是一门科学啊！这么说的话，其实我挺完美的，那些不好的习惯都是前世造的孽。呸！前世的小拉包。那么，到底如何才能认识自己的元神？我他妈举报你！元神启动，我他妈现在启动不了一点儿。兄弟，你不会看上她了吧？没有啊！我劝你离她远点儿。这个女人厉害得很，看见没？老板就让给我带着她2处去见识见识。这娘们手是真黑啊！那天中午我们在饭店吃饭，我看旁边有个美女也在吃饭，就随口夸了一句，她就1个巴掌招呼过来了。你夸什么了？我就说吃完还把筷子舔干净的女人必须加分。就说你欠不欠吧？兄弟，你是哪门哪派？你是哪门哪派？福禄。凡凡，别问了，葫芦没有宗门师承，无师自通。原本是有的，只是后来被逐出师门，所以就没了。葫芦可是天才，16岁的时候便通晓门中360道符法，18岁那年便只掌握120道了，19岁只剩下90道了。怎么越来越少了？葫芦，你现在还会多少？8、9道吧。兄弟，我有一好法子可以送给你，此法名为北地煞鬼法。北地煞鬼法，你练过？没练过。北地一派的术法不是那么容易练的，而且规矩太多。这一脉太凶太狠了，而且规矩极大，好像除了他们之外，其他外教法脉都不是个东西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郊区公墓，这里一座坟20万起。20万还起？这他妈比房价还贵啊！地段好啊，靠地铁，以后扫墓方便。而且这里是有名的学区坟，看到没？那里就是有名的凤鸣寺，葬在这里，日夜聆听佛音诵经，早日超度，早日投胎。离谱！现在做鬼也这么卷了。师傅，我们大半夜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我怕。没出息的东西，你他妈是道士啊，怕个鬼！你他妈出去别说是我们阴山派的弟子，真他妈丢人！师傅，我还是怕，会不会有鬼？今天是为师第1次带你采阴气，奇怪，怎么感觉不到一点阴气？这是10里藏地净化焦土，这是谁？太阴成煞，化凶成术，何方妖孽，敢行此逆法？采阴气而动四方，何方妖孽，敢行此逆法？居然敢对我不敬！居然敢对我不敬！赵魂引竟然无用，他的元神竟然不受肉身摄制。好，好，好！我今天不让你现出真身，便白修了这30年阴山法万鬼炼心法。东极清华大帝，太乙救出天君，你的元神果然大有问题。身负正法却不能云通自如，道行低下，险些让你骗了过去。
万鬼万魂听我令，从此化为招魂境，破！纸老虎，小鬼，你还有什么法子？我今天一并给你扯了！来来来，让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！九元煞童，道门法传千千万万，北天玄地第一煞，这是道门第一煞法大法北地法。80年前道门大劫，这一脉不是已经死绝了吗？你果然是个纸老虎。北地法如果这么容易修炼，早就烂大街了。不好，有人坏我肉身！太可怕了，可可了！看不见，我为什么什么都看不见？因为这是大业不亮啊！师傅，您叫我。小奇迹，你自幼在山中修行，也该出去见见世面了。师傅让我下山。阴山派的人不讲规矩，在闹市日采赤法医留意一下。若是发现此人探其根底，如果可以，就把他带回山来吧。弟子记下了。你师叔又犯病了。师傅，师叔他这身伤是怎么来的？他早年与人斗法，落下了病根。神魔圣胎，有位年轻人曾经练成此法。这世上当真有人练成此法啊！现在想来，依旧恐怖无反。如果他还没死，如今应该也40多岁了。师傅，神魔圣胎到底有何厉害之处？采念为药，这种人的元神强大到不可思议，修炼任何术法都是信手拈来，精进之猛，让人瞠目结舌。不过修炼此法有一个极大的弊端，必入大业不亮之劫。大业不亮是修道者的噩梦，为何会是必经之劫？修炼此法者入大业不亮，称为应劫，也是独特的脱劫，道行便会精进。听说自古以来修炼此法者，最强共脱劫9次。那是什么修为？跨过纯阳无极，踏过3武之变，那就是陆地神仙之流了。当年那位青年应该已经脱了3次劫数，修为深不可测啊！大业不亮乃是修道者的噩梦，可对于有些人而言，却是必经的劫数。一旦脱劫，道行便会精进，那便是天下至凶。